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48.77，收盘价是147.6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9.77，最低价是在146.2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76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5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后的回档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啊，股价即冲高，然后迅速出现了一个下行的走势。那在盘中啊，一直是在低位震荡。那最后收盘价呢，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，留下了上下影线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一个线型成交量缩啊，说明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么下方的支撑呢，我们会看到当日也是在前面这根绿 K 的最低146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不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经过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之后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只有跌破了146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有更深度的回档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上行，收盘价呢会在149，或者收盘价在151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47附近。实际在11月8日收盘价是在147.63，股价是出现了回档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呢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呢，同时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都会有新高的出现，然后呢，股价出现了回档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股价出现了回档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日后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132。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137，也就是这3根绿 K 的第一根K 线，它的最低将是强支撑。对，跌破这个位置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132。那么第二个可能呢，第二个目标呢就是129，第三个目标是151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啊不变，我们仍然放在这个150这个位置取整数关口。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过，目前对于英伟达股价来说就是它的目标就是创造历史新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
在11月1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前面这根绿 K 的最高是在149。那我们会看到在当日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就是11月11日，我们的观察位仍然是149。那149啊，除了是当日这根绿 K 的最高啊，同时我们会看到这是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的绿 K， 这叫连三绿。出现连三绿啊，这是一个 K 线组合，它是一个带有上涨动能的 K 线组合。出现这样的 K 线组合，通常预示着股价会叫做会继续要上行，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。那我们会看到现在实际上就应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总结，是有新高的出现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个连三绿上涨的动能最高是非常关键的，就是说股价日后站上这个连三绿的最高，将会继续上行走势。同时连三绿它的最低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，这个位置是137这个位置，那它也是一个关键位置。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一旦跌破它，那么连三绿的上涨动能将会被瓦解。对，那只要股价不跌破这个位置，这个动能还存在，那么日后股价一定会继续上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在11月11日，我们在盘中继续关注149，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继续有新高的出现。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或者至少会有会出现回档，或者至少会有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149的理由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4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收盘价站上前面这根 K 线最高，也站上了前高，也就是10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10月28日当周啊，股价出现了回档，并且含有长长的下影线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是在当周一路这个向上，最后收盘价站上前高。那么成交量呢，不足之处就是成交量与前一个交易周基本持平或者略有量缩。通常价涨量增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，但是出现价涨量缩或者量平，那么日后股价会有很有可能会有回档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11月4日当周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在11月4日当周如果股价收盘价在高位，会收在150附近；如果是收在了低位呢，会收在130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之前这根红 K 的实体部分的中线在139附近。那么在11月4日当周股价是一直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实际上这个位置正好是5均值的位置，那因此呢，股价是收在了高位，与我们预测的150呢相接近。好，那么到了11月11日当周，我们给出的预测，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55这个位置。好，对，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我们认为会收在14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
是在142.5，对，142.5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中线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很清晰的看到，如果出现这样一根 K 线，股价回档，在周中如果能在这条中线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不会有深度的回档，会继续出现上行或者至少会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142.5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那一旦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5均值是强支撑，同时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135附近，那么这个位置呢也是强支撑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0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147.3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目前呢，在11月8日收盘价是在147.63，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137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距离这个止损位还是很远的，所以这个仓位应该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11月8日收盘价在147.63这个位置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加仓的。对，好，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1月11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依然是守137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当然我们说也可以守这个20日均线值，因为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40附近，也就是说守140，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可以守137。好，这是对于这样一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150这个整数关口，其实就是前面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。实际上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阻止英伟达股价出现历史的新高。那现在空头的目标是下方的137，也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绿的上涨的动能。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3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依然是150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55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我们取的是整数关口。好，那么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46到146.5，它包括前面这两根 K 线的最低。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41到14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140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英伟达股价在11月11日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50.5，收盘价会收在150附近。对，那么在盘中呢，股价最低会在147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
那么，也就是我们预测这个上行啊，如果是股价在盘中啊，在高开盘之后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，然后呢下沉到147，只要在这个位置能够反转向上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有新高的出现，最后收盘价收在150附近。对，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的状态，或者叫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股价最高会到达148.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46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7附近，也就是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的 K 线，会对继续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，然后呢，在146这个地方会得到支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继续休息的 K 线的条件是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8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，或者是休息的 K 线，对，就是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